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，老公高考了10年还没考上。雪上加霜的是，我乡下婆婆拖家带口要霸占我婚房，窝囊废老公躲在旁边当缩头乌龟。直到有个少年出手，廖锦英，你想气死我是吧？赵斌夹了2口菜，把筷子甩在了桌子上，给我撂脸子。听到动静，我举着锅铲从厨房跑出来。怎么了？没糊啊？赵斌脸比我炒菜的锅底都黑，他把排骨一股脑倒在了地上。你不知道我明天高考啊？把菜炒这么辣，我明天要上不了考场，我跟你没完。是的，我的28岁未婚夫赵斌，明天是他人生中的第10次高考。18岁那年，我考上了一所双一流重点大学。赵斌落榜了，他思考再三，决定复读2战。谁成想一战就是10年。如今我研究生都毕业了，他还在高考。天大地大，高考生最大。得嘞，我给您重做。我端起盘子要走，却被赵斌按住了。赵斌攥住我手腕不撒手，吃了。吃什么？我目光下移，看着地板上摔得稀巴烂的排骨。你让我吃它？赵斌点点头，你疯了？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赵斌松开我，默默蹲下去，把排骨捡起来，一块一块往嘴里送。又来了又来了，他每到考前必犯病。我推了他一把，你发什么疯？别吃了。赵斌听完更来劲了，肉吃完后直接舔汤汁。我气炸了，我抄起垃圾桶，把垃圾倒在他头上。吃吧吃吧，这么爱吃，怎么不去厕所吃屎啊？赵斌猛地站起来，扯住我头发，将我扣在桌子上。我脸快压成肉饼了，我张不开嘴，含糊不清说，赵斌，有种我们硬碰硬。我伸脚踹向他，他下意识躲开，手上松了劲，我趁机挣脱。廖锦英，你卑鄙小人！你叫什么叫？不服我们打一架呀！老夫老妻，我们还挺默契，贵的易碎的统统不砸。这些年我们经常这样，打架和好，再打架再和好。像今天这种情况不是1次2次了，赵斌总是做出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。我怀疑是高考给他的压力太大了，我叫他去看心理医生，他不肯，还发了好大的脾气。考前我特地去神婆那里给赵斌烧了高香，保佑他千万要考上。我说，廖锦英，赵斌一根筋，你也跟着钻牛角尖吗？我的高中同学兼闺蜜卢小晴热得拿扇子扇风。今天是高考最后一天，我穿着绿色旗袍助她一路绿灯。我看了眼时间，她愿意考，我就陪着她。卢小晴问，班也不上了吗？考生家长太多了，我踮着脚尖看里面情况。什么班？我早辞职了。辞了？廖锦英，你真是个恋爱脑。卢小晴一脸恨铁不成钢。考生出场的时候，我接到了婆婆电话。哎，你记得去接我儿子啊，他刚考完，别再累着他，你听见没有？学生们一股脑涌出来，我都看不见赵斌的影子。我应下了婆婆，耳朵边似乎还听到她叫我再接个什么小叔子。卢小晴嘟起嘴捂住耳朵，你婆婆吵死了，赵斌这个妈宝男。赵斌出来了，你快点。我拿着一举夺魁的花跑向赵斌，示意卢小晴准备拉横幅。赵斌嫌弃地把花接过，满脸不情愿，你开3蹦子来的？我晃了晃钥匙，什么3蹦子，好歹是辆老年代步。赵斌这几年没上过班，几乎全靠我养。订婚那年，我爸妈给我陪嫁了一辆车，为了还房贷，我把它卖了，买了现在这辆代步。丢人现眼。赵斌把花丢掉，
扔下我们大步流星往前走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正要跟上，胳膊却被人拉住了。少年比我高出一个头，17、18岁的样子。他滑动手机屏幕，靠着电线杆，漫不经心问我：“你是廖锦音吗？”看他背着书包，估计是考完试和家长走散了吧。哎，不对呀，他怎么知道我名？卢小晴两眼放光，见到帅哥就往上扑。是，要加微信吗？我给你。少年对卢小晴花痴的表现无动于衷，视线一直在我身上打量。走不走啊你们？小叔，你也在这考吗？我妈怎么没告诉我？赵斌折返回来催促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婆婆打电话叫我接的小叔子就是这少年吧？赵斌有哥哥我知道，不过什么时候赵斌还有个弟弟了？卢小晴见赵斌过来，不动声色朝他靠近了几步。赵斌弟弟是吧？嫂子领你吃大餐去。我拎起少年书包，拉着他就走。赵斌拍打我的手，斥责我没大没小，这是我小叔，你也得跟着叫叔。哈！我不可思议地看看赵斌，又看看眼前的少年。少年从书包侧兜摸出根烟，叼在嘴里，似笑非笑看着我。之后我才搞清楚状况，少年叫齐思阳。齐思阳跟赵斌非亲非故，只是在他们老家村子里生的辈分高，家里一片狼藉，我还没来得及收拾。有客人来了，我倒有点不好意思，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嘛。我把飘毛的抱枕一脚踢到沙发底下，难为情地笑了笑。我给他们倒了杯冰果茶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心飞扬、透心凉的感觉呀？赵斌瞪了我一眼，去，该干嘛干嘛去，晚饭等着我做呢。真扫兴，没考好就知道朝我撒气。这话我只敢心里说，要是当面说出来，赵斌非得暴跳如雷。也不怪他，谁叫是我欠他的呢？我在厨房鼓捣饭菜没多久，齐思阳走了进来。齐思阳抱臂倚着门框，侄媳妇，扫把在哪？我被口水呛得咳了半天。现在的00后小孩了不得，接受能力真是杠杠的。对于小叔二字，我还是叫不出口。那个在阳台放着呢。你，齐思阳点点头，转身出了厨房。我听到赵斌在后面喊：“家务活就该女的干。”我手起刀落，利索地将鸡头砍下，简直气煞我也。我真是瞎了眼，会看上赵斌。饭桌上，我婆婆又打来电话：“哎，你人接到没有？开免提。”我说2句：“思阳你就踏实住着，有什么事跟廖锦音说，别怕麻烦。合着我就是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是吧？”无语住了。齐思阳看了眼我，知道了嫂子，等我家装修好我就回去。是不是廖锦音又是多了？你就在那儿住着，听嫂子的。用脚丫子猜也能猜到，准是我这个好面子的婆婆主动提出来让齐思阳住我们家的。从她提高的音量就可以判断，她怕我乱说话，让她在村里丢人。天地良心，我什么都没说呢还。赵斌和婆婆聊了几句，挂了电话。廖锦音，我小叔初来乍到，是客人，你今晚去睡沙发。赵斌说的理所当然，把我和齐思阳安排得明明白白。赵斌以学习为由，怕我打搅，我早就和他分房睡了。我没忍住翻了个白眼，行，我睡。赵斌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盘子都抖3抖。齐思阳敲敲桌子，打起圆场，还吃不吃了？饭是我做，碗是我洗，沙发也得我睡。不辛苦，命苦。我把一肚子气发泄在这堆剩饭剩菜上，渣都不剩，通通倒掉。真浪费，放冰箱里多好。
齐思阳的声音从背后响起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过来的。我依旧对这个年纪不大、辈分很高的小叔尊敬不起来。我总感觉他就像是小我几岁、长得小帅的弟弟而已。我心里憋屈，自然说话没好气。那你捡起来吃。齐思阳低笑，一副欠揍的模样。侄媳妇心情不好啊，说话这么冲。我真想一盘子扔他脸上砸死他。齐思阳看我不说话，倒也识趣。晚上我睡沙发。我呼出一口气。我还以为他要问我为什么和赵斌分房睡。老公和小叔同年高考，我可丢不起这人。早上的蔬菜便宜还新鲜，我起了个大早准备去菜市场。菜市场人多，开代步车不方便。我刚跨上自行车，就感觉车座一沉。齐思阳，他老是神出鬼没，跟着我干嘛？毕竟他还是我小叔，我是骂也不是，赶也不是。我想好措辞，艰难开口：“小叔，你怎么醒这么早？”齐思阳把我推下去，扶着车把扭头吐出俩字：“上来。”哟呵，真酷！我要是年轻10岁，肯定被他迷死了。齐思阳把车骑成了低配版飞机，转弯的时候我差点没甩出去。我2只手的食指和大拇指轻轻捏住他衣服，心惊胆战，一路狂飙，总算到了菜市场。肉啊，菜呀，水果呀，买了不少，袋子勒得我手疼。齐思阳很有眼力见地帮我提着，大概是我被赵斌破惯了，下意识觉得这些事应该我做。中午赵斌又开始作妖了，当着齐思阳的面开始挑3拣4，不是鱼太咸，就是咸菜淡，反正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的摆臭脸。我不搭理他，我就晾着他，爱他妈谁谁谁。我夹了口鱼肉，被赵斌用筷子拦了下来。你干嘛？廖锦英，你还有脸吃？到了重做。我火蹭一下上头了，唧唧歪歪，没完没了。我吃着正好，不吃自己煮方便面去。齐思阳想插口，赵斌没给他机会。你要吃也只能吃鱼头。哎，我就闷了，凭什么我只配吃鱼头？今天这菜是我和小叔买的，饭也是我做的，我吃鱼肉怎么了？我就不吃鱼头。赵斌没料到我会顶嘴，他愣了一瞬后站了起来。廖锦英，你别不识好歹，你不就爱吃鱼头吗？我的忍让竟让他觉得是想当然。我怒气直拉满，是你喜欢鱼肚子我才吃鱼头的，我从来都没说过我爱吃鱼头。就在我们吵得不可开交，撸起袖子想要大战一场的时候，门铃响了。快递员送货上门，送来了一封金箔红皮的结婚请柬。赵斌大哥赵森和他老婆刘月月来了。就这样，他们夫妻提着大包小包住进了我家。我真的不理解，他们为什么不去住酒店，偏要和我们挤在一起。我明里暗里给婆婆打电话，告诉她我可以掏房费，希望赵森他们尽快搬出去。我话都没说完，又惹我婆婆杨翠华不高兴了。她火急火燎嚷嚷着要进城，说什么都要看看到底够不够住。清晨5点，我们一大家子全被拍门声吵醒了。大早上的吵毛吵，信不信我把手给你们剁了？我一边给邻居赔礼道歉，一边迎杨翠华进门。赵斌自始至终在一旁冷眼看着，好似来的不是他亲妈。杨翠华进门就扯着嗓子喊：这么大客厅你告诉我住不下，阳台呢？厕所呢？这不到处都是地方？真搞笑，我能让客人住厕所吗？刘月月挽着杨翠华胳膊，讨她欢心：妈您消消气，弟妹也是想让我们吃好住好，她也是好心。刘月月把杨翠华哄进了卧室，关门前还别有深意地回头看了我一眼。
我莫名觉得寒意四起。刘月月向来跟我不对付，她怎么会帮我说好话？事出反常必有妖。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齐思阳率先开口：“赵森要结婚了呀，喜事一桩。”齐思阳一脸玩味，拿着请帖翻来覆去的看。我看不懂，破喜帖有什么好看的？他们过来无非是套近乎，多要点份子钱呗。尤其是财迷刘月月，以前回老家看杨翠华，几块钱的早餐钱都要和我耶。赵森坐在椅子上抽烟，侧耳听着房间动静。是这个月15号。我一直没吭声，我怕我张嘴就喷火药。这个赵斌气死我了，就知道在旁边玩手机，软骨头一个。杨翠华那么数落我，他都不帮我说一句话。娶了媳妇忘了娘，我呸！过了会儿，杨翠华笑呵呵出来了。刘月月那张嘴真会哄，佩服佩服啊！卢小晴打语音电话过来，你干啥呢？咋不回我信息？我小声回复，我婆婆来了。对了，我改天请你吃饭。这段日子，卢小晴正准备考编面试，我拉她陪我等赵斌高考，多少有点耽误她时间。杨翠华和刘月月手拉手坐到了沙发正中间。搞什么？玩喧宾夺主那一套？杨翠华清清嗓子，我宣布，咱们老赵家要迎来第一个长孙了。刘月月怀孕了，可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她和赵森为什么赖在我家不走啊？齐思阳面无表情，带头鼓掌，双喜临门，可喜可贺。刘月月嘴甜起来没边，谢谢小叔，等孩子出生了认你做干爹。这孩子辈分都错了，妈，我太高兴了吗？晚上赵斌兄弟俩住一屋，齐思阳照例睡沙发，我就比较惨了，一个老人，一个孕妇，他们睡床，我打地铺。本来我就够可怜了，可还要忍受排山倒海的呼噜声，一个比一个响，彻夜难眠。第二天我买菜回来，发现卢小晴和刘月月在楼底下有说有笑。刘月月这个心机女，我得让小晴离她远点。小晴，你怎么来了？卢小晴看到我后，表情凝滞一瞬，很快又恢复自然。你傻了呀？我问你话呢，怎么还亲自跑来了？卢小晴穿了件吊带，小风吹拂起她的发丝，她拢了拢头发，举止头足间尽显媚态。我是想告诉你，我回老家弄下户口，1周左右才回来。我们说话的功夫，刘月月撑腰摸肚上楼了。等我回来请我吃饭，赵斌也得在场，你们夫妻俩都得谢谢我。回到家，齐思阳从阳台走出来，冲我吹了声口哨。侄媳妇，你没发现那女人和你闺蜜走得很近吗？我说小叔，人家高考完都蹦迪泡吧，整个大解放，你也跟别人学学，别老盯着我的事了哦。齐思阳神情不悦，叉都出门了，有你后悔求我的时候。我刚把早饭摆好，刘月月夫妻闻着味就出来吃了。刘月月夹起一个包子递到我嘴边，弟妹你也吃啊，妈不让我乱跑，不然我就和你一起去了，辛苦你了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杨翠华还没睡醒，我去叫赵斌起床。赵斌手中握着的手机屏幕亮了亮，鬼使神差，我的好奇心上来了。我只看清了小狗头像，赵斌翻个身醒了，起来吃饭。我做贼心虚，丢下这句话先溜了。彭齐思阳跟吃了枪药一样，黑着脸进了家门。我正端碗喝豆浆呢，吓得我一哆嗦，洒了大半碗。齐思阳拉起我，跟我过来一下。不知怎得，我眼皮突突直跳。齐思阳点开一段通话录音放给我听，似乎通话地点的信号不太好，断断续续听不清。齐思阳烦躁地按下暂停，
杨翠华把老家房子卖了。我惊讶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爸是村支书，刚打电话给我。杨翠华把房子卖了，她这是想跟我们长久住下去。疯了疯了，我绝不能忍受和婆婆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同住屋檐下。我气冲冲找到杨翠华，妈，您把老家房子卖了，这么大事，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？杨翠华不以为然，缩着手指头上的汤汁。我卖我的房子，跟你商量得着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尽可能平静跟他交谈。好，那我问您，您跟孩子们商量了吗？赵斌，你知道这事吗？赵斌皱着眉，低头不说话，看样子也是蒙在鼓里。赵森两口子没什么反应，大抵是知情，又或者是他们给杨翠华吹耳旁风。大哥大嫂，你们行了，房子卖了就卖了，这个家轮不到你做主。还有啊，廖锦英，你大哥大嫂要结婚了，这房子就腾出来给他们做新房。我去你妹的！原来早就刨好大坑等我往里跳呢，没门儿！我不想再忍下去了，妈，您好意思说出口吗？这房子是我爸妈掏钱买的，是给我结婚用的。您现在让我把房子拱手让人，不好意思，不可能。我爸妈计划全款把房子买下来，我心疼他们为我操心，所以只让他们出了首付。刘月月不高兴了，弟妹你这么小气做什么？我和你大哥这些年打工没挣什么钱，结婚借用这房子都不行吗？我们付你租金。借用？说的倒好听，我看根本就是想鸠占鹊巢。杨翠华扶着他坐回沙发，瞎说什么呢？他们俩是亲哥俩，赵斌哪能让他哥掏冤枉钱？妈，您这话就不对了，亲兄弟还得明算账。我不会让自己甘拜下风。杨翠华秒变脸，指着赵斌埋怨：你说说，你娶了个什么老婆，连亲兄弟都算计？妈，您说什么都没用，我是不会同意的这件事的。房子我可以另找，大哥大嫂喜欢什么样的都有，但是我家绝对不行。硬的不行来软的。杨翠华坐在地上，拍着地板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老头子，你死得早哟！我养了这么一个白眼狼的玩意，我也不活了。你在地下等着我，我找你去。我就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杨翠华表演，这入木三分的演技，我要是评委，高低给他颁个奥斯卡小金人。越演越起劲，赵森他们一个没劝住，这老太婆爬起来想一头撞死在墙上。齐思阳闷哼一声，眼疾手快当了肉盾。行了，都消停会儿。赵斌大吼一声，终于发话了。廖锦英，她是我妈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我大哥大嫂就结这么一次婚，借用一下新房怎么了？这事不用商量，我说了算，我说同意就同意。不说话的时候，蚊子都比他动静大，一说话就来这么个轰天雷，震天响。我克制不住眼泪往下掉，泪湿尽体质真烦，一生气我就容易哭。赵斌，我是你老婆，这房子你出了1分钱没有？水电费都是我交的，你这个妈宝男！我生气地在他肩膀上捶了一拳。杨翠华见到儿子被打坐不住了，冲过来就要打我。廖锦英，你狼心狗肺，你忘了你爸是怎么混起来的？你掉钱眼里去了你！我们老赵家倒8辈子没娶你过门。娶个屁！我和赵斌有名无实，别说戒指，就连结婚证我们都没领。双方家长见面吃了顿饭，就把婚简单定下来了。我擦干眼泪，给赵斌下最后通牒：赵斌，只要你说不同意，日子我还愿意跟你过下去。赵斌看了眼杨翠华，廖锦英，你别无理取闹。赵斌，你混蛋！
我们俩从今以后算完了。我扇了赵斌一耳光，重重摔门离开了。赵斌想要追出去，却被杨翠华拽住了，让他走，不出3天他准回来。给，擦擦眼泪。齐思阳追出来，递给我纸巾。好讨厌，丢人的事都被他看到了。我口是心非，我不是难过，我是被他气得。我嘴上那么说，眼泪可是决了滴。我边骂边哭，这个王八蛋！呜呜，我白搭进去这么多年，这辈子最恨妈宝男。哭吧，哭出来就好了，收拾好心情，去把失去的都夺回来。齐思阳刮掉我眼角的泪，触感冰冰凉凉。我抬头看着齐思阳，心跳加速，呼吸停滞。月光下的齐思阳，脸廓被镶上了一层银白，他明眸皓齿，整个人泛着光。我吸吸鼻涕，回过神来。我跑得急，手机钱包都没拿，我灰溜溜跑回了爸妈家。我早就说过不让你和赵斌谈恋爱，你就是不听。他妈妈那个面相一看就是难缠的准儿。我爸安慰我，好了，你少说2句，孩子心里也难受着呢，大不了就退婚，我女儿再找个比他强10000倍的。我妈又怪在我爸头上，都怨你，非说什么南方寸土寸金，要不然也不会有今天，更不会有什么救命恩人。还救命恩人呢？我看一家子全是虎豹豺狼，不安好心。我爸不爱听了，说女儿的事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。爸妈你们别吵了，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解决。我回屋睡觉了。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说到救命恩人，这还是我爸年轻时候的事情。我爸白手起家，年轻的时候心高气盛。南方发展较快，我爸看见身边的朋友去了一趟南方回来，赚得盆满钵满，也眼红了。造化弄人，我爸人生地不熟，被骗子骗光了积蓄。我爸没钱吃饭，没钱回家，饿了就捡剩菜叶吃，渴了就喝雨水。好不容易快走回家，结果昏死在半路，被救命恩人，也就是赵斌他爸捡回了一条命。我爸恢复后立下字据，救命之恩没齿难忘，有朝一日他发达了，一定会回来报答他。后来我爸去开家长会，发现赵斌的爸爸就是当年的救命恩人，正好我和赵斌也互有好感，所以我们高考完就定下婚约。我家只收了他们家3万块彩礼，在各方面也都帮衬着他们家。我还美滋滋以为是命中注定，现在看来是孽缘。我白伺候赵斌这么久，纯纯大冤种说的就是我。茵茵，快醒醒，你小叔找你。我妈半信半疑看着齐思阳，将他领进了屋。我迷迷瞪瞪没睡醒，眯眼看见来人是齐思阳，顿时精神百倍。我抠抠眼屎，理顺头发，什么小叔，我都和赵斌分手了，他还算我哪门子亲戚？我爸晨练回来，看见齐思阳一愣，张了半天嘴说不出话来。齐思阳有理有节，笑了笑，伯父伯母，我去楼下等茵茵吧。什么茵茵？没了赵斌，按辈分你得叫我姐。手机不要了呀？我穿着睡衣，他拉着拖鞋，打了个哈欠接过手机。奶奶的，赵斌一晚上半个字都没给我发，好小子。齐思阳贱兮兮地说，这么快就忘了旧爱，是我没想到的。此刻我还没领会这句话的含义。齐思阳拍拍我的脑袋，别颓废了，跟我回趟老家。齐思阳老家不就是赵斌老家？我撇撇嘴，干嘛？齐思阳神秘一笑，有一件不算好消息也不算坏消息的消息等着你。村支书也是齐思阳他爸见到我的那一刹那，跟我爸反应一样，都愣住了。齐思阳他爸愣了足足有10多秒，弄得我怪别扭的。
我打破沉默：“叔叔您好，我是廖锦音。齐思阳说您有事要告诉我。”齐思阳他爸看了眼儿子，对我点点头：“丫头，你过来看，监控里这个女孩你认得不？”女孩身材高挑，口罩帽子捂着认不太清，不过她手机屏幕亮了下，我捕捉到了一个细节。小狗壁纸和那天给赵斌发信息的人的头像一模一样，我不会记错。齐思阳指着电脑，就是他来出面替杨翠华买房子的。虽然没有赵斌实质性出轨证据，但我坚定不移相信他就是出轨了。话不多说，老娘要开启血汗钱复仇之路了。你在楼下待着，我要上去把这群小偷赶出我家。我哐哐哐敲门，这群臭不要脸的，趁我不在家把锁换了。赵斌，你少装死，给我开门！这是我家，开门！门一打开，嚯，赵斌、赵森站在两边，刘月月挽着杨翠华站在 C 位。刘月月看笑话的表情一点也不藏着，是嫂子的错，忘给你留钥匙了。杨翠华得意洋洋，看看，我没说错吧？不出3天他准回来。是啊，这是我家，我凭什么不回？我撞开他们，拉了把椅子径直坐在客厅中央。我翘着二郎腿，我数3个数，麻溜卷铺盖给我滚！刘月月气急败坏：廖锦音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家，妈还没发话呢，你算老几？我不慌不忙拿出凭证，我妈就生我一个，你说我算老几？银行流水我打出来了，且不说首付是我爸妈掏的，就单说这些年房贷都由我一个人还，我也有资格把你们请出去。赵斌站出来帮腔：廖锦音，最毒不过妇人心，你非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吗？你信不信，赵斌每当缩头乌龟，挺令我刮目相看。很可惜，不是为了我。那你们大半夜抢占我房子，害我沦落街头，你们难道不绝吗？赵斌，10年了，你读书不工作，我赚钱养家，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，你最没有资格指责我。事不宜迟，好话说尽，我也不留情面了。我把他们的包裹统统扔了出来，人不多，东西倒不少。不扔不知道，一扔吓一跳，杨翠华貌似把家底都搬来了。这主意打到姥姥家去了。杨翠华把行李扔回屋里：廖锦音，你忘恩负义，我们家是怎么对你的？你对得起他爸，对得起赵斌吗？我毫不在乎，甚至想笑。上一代人的事您找我爸说去，我欠赵斌的，这10年我早还清了。最后再说一遍，你们不滚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杨翠华又玩起撒泼耍无赖那招：不走，我就不走，这是我儿子的家，有本事你打死我！刘月月照葫芦画瓢往地上一躺，两腿蹬着地板：我也不走，我儿子喜欢这里，有本事你连我一块打死！活了28年，今天可算开眼了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奇葩们全聚在一块了。我左手薅起刘月月头发，右手拉起杨翠华的腿，不顾他们死活拖着就往门外走。赵森要打我，我一脚踹在他命根子，他疼得满地大滚。别说，齐思阳教的这招挺受用。刘月月张嘴咬我的胳膊，杨翠华还挥胳膊踢腿，我应付不来。就在赵斌想一拳打我的时候，齐思阳及时出现，接住了他胳膊肘。齐思阳往前一顶，将赵斌推个踉跄，揪住他衣领罩肚子，给他结结实实来了一拳。没教养，小叔的话也敢不听了。齐思阳拍拍手，把赵斌兄弟俩扔了出去。妈，我肚子疼，我肚子疼。刘月月捂住肚子，哼哼唧唧往房间里爬。肚子疼去找医生，我家又不是开诊所的。
二话不说，我拽起他2条腿就走，经过门槛，刻意硌了下他的宝贝肚子。廖锦音，你把我孙子弄没了，我跟你没完！不等我动手，杨翠华咕噜噜爬起来去关心他大孙子去了。这房子我再次换了锁，避免他们找我麻烦，我更是重新找了房子租住。齐思阳问我：“你欠赵斌什么了？”我们当年高考的前一晚，赵斌梦见某一科选择题最后1道选 A， 我开玩笑叫他相信梦，没想到他当真了。考试每一科最后1道选择题都选 A， 最后离理想学校只有1分之差。在他复读的这些年，他有机会去读很好的大学，可是他都放弃了。赵斌说，那个梦绝对有特殊含义，他在暗示我什么？一定有1道题最后选 A。 于是他复读了10年，也巧了，这10年愣是没有1科选择最后选 A 的。一遇到不顺心，杨翠华和赵斌就拿这件事嘟囔我，渐渐的我也觉得是我的错，都怪我。齐思阳点点我脑门，糊涂一时，差点毁了一辈子啊，及时止损吧，茵茵。过了几天，卢小晴约我逛街，付款的时候，她弯腰系鞋带，刻意把手机摆在桌子上。小狗壁纸，小三竟在我身边。卢小晴好大的胆子，如此光明正大向我示威。狗屁闺蜜情，我真心全都为了狗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打了他一巴掌，不要脸！查卢小晴和赵斌的关系很简单，1个下午我爸秘书就把照片资料传了过来。他们俩勾搭在一起6年了，牵手逛商场、夜市漫步等等。他们俩丝毫不避讳人多会被发现，生怕我逮不住他们似的。奈何我这些年家、公司、菜市场3点1线，根本没空吃喝玩乐。我极力忍住撕碎照片的冲动，把它们装袋收好。旁边一沓厚厚聊天记录吸引了我注意，这对狗男女露骨暧昧的话让我恶心。相反，我对卢小晴和杨翠华的聊天内容更感兴趣。卢小晴：阿姨，我了解廖锦音，她很爱赵斌，她不会说什么的。杨翠华：我相信你，那你帮我把老房子卖了，等城里那套房拿到手，我再分你1/3的钱。卢小晴发了一个笑脸过去，成交。恐怕卢小晴和赵斌交往也是为了他的钱。哦，不是我的钱。杨翠华：那怎么做才能让廖锦音心甘情愿让出房子？卢小晴发了条语音：让你大儿媳装怀孕，就说当婚房。计划不行，我还有 B 计划。我偷偷在他家放了录音笔，只要录到他们吵架，就可以说2人感情不和。没领证不要紧，你是给了他们家彩礼钱的，怎么说这房子廖锦音都不能独吞。齐思阳把录音笔找到交给我，我按下开关。哈哈，小样，被我发现了哦。刘月月婚礼放这个不错，明天我就让他们瞧瞧谁才是第1女主角。婚礼现场，我举着自拍杆来到酒店门口。齐思阳本来想跟来，鉴于他日后还要上学，我不想他受到舆论关注，就让他在家老实待着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今天廖锦音给大家直播带你们走进妈宝男一家的生活。兄弟姐妹们点点免费的赞，扣播333，音姐额外奖励你们直播锤小3。婚礼现场的工作人员早被我用钱收买了。我话音刚落，大屏幕上浪漫的求婚 VCR 变成了谋划证据，还有我露脸举着身份证控诉他们恶人行为的视频。人证物证俱在，群起而哄之，我直播间观看人数突破了1000万人次。卢小晴变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编制也落空了。
杨翠华他们一家婚礼没散场，就滚回了老家。我呢，在家干起了全职编辑，把我青春岁月到30而立的故事写成了书。粉丝数这个月刚破100万大关。我正码着字，我爸打视频电话过来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救我的人不是赵斌他爸，是你那什么小叔子的爸爸，那张脸一模一样，我不会记错。我妈拧起我爸耳朵，还有脸说记错了几十年，害女儿差点嫁错人，今天你就跪一晚上键盘。自从那天之后，我和齐思阳分路扬镳，算算日子，他也快开学了。原来的房子我租给了他，他美名其曰是怕赵斌杀回马枪，他帮我坚守阵地看家。我一口气没停跑过去找他。齐思阳，我爸说救他的人是我爸。齐思阳慵懒地靠着沙发，长腿搭在茶几上。齐思阳看着我，我爸说你这张脸和伯父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他就回伯父后，着急开会，就把他托付给了杨翠华丈夫，没想到会引发一系列事情。我爸说一定要郑重感谢他的救命恩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